Hello，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。今天咱们不聊别的，就来聊聊最近这个让无数人心里堵得慌的话题——过紧日子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它已经像一张无形的大网，悄悄的、狠狠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给网住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尤其是这降薪、裁员、通缩，这三重奏一响，简直就是暴击。让人感觉这生活就像被拔了气的皮球，干瘪瘪的，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说实话，这事儿真不是空穴来风。就拿我身边朋友们的亲身经历来说吧，那真是比黄连还苦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有个铁哥们儿小李，在北京一家央企打拼了好几年，以前每月旱涝保收6000块，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。可最近啊，他跟我视频的时候，那脸色叫一个愁云惨淡。他说现在只剩5000了，好多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津贴福利，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，彻底没了踪影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他媳妇儿在一家民企上班，原本也挺安稳的，结果公司里有人被减薪，有人更是直接接到通知，说7月底就得卷铺盖走人。你们说说，这双重打击下来，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心里得有多大的压力啊！简直就像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，喘不过气来。还有我那在北京国企的马哥，他更是苦笑着告诉我，从2023年开始，他们公司就已经经历了2轮洗礼，2轮减薪裁员，基本工资就像缩水的毛衣，穿上身哪都不对劲儿。餐补、交通补贴这些曾经的小确幸，也统统被无情的取消了。最要命的是工作量，以前2、3个人的活儿，现在1个人扛，每天忙得像个陀螺，根本停不下来，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透支，简直是把人往死里耗啊！我看着他疲惫的眼神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这哪是上班啊，分明是上战场啊！为了糊口，为了那点微薄的收入，多少人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。就像我认识的吴先生，他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处找兼职，可这年头，连找个活儿都跟大海捞针似的难。他只能托朋友帮忙介绍一些企业外包的设计活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是杯水车薪。你看，曾经体面的白领，现在为了生存，也得放下身段，奔波于各种零工之间。这画面想想都让人心酸。别以为这只是小老百姓的事儿，告诉你，就连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的金饭碗、铁饭碗，现在也开始松动了。听说从中金公司到国家开发银行，这些响当当的央企都在采取所谓的优化措施来降低成本。之前财新网就爆料了，全国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陆续开始给薪酬瘦身，高管和员工的年薪上限可能直接被砍到100万人民币。更夸张的是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甚至可能直接腰斩。我有个朋友在中金公司基层，他悄悄告诉我，他们那栋楼里的人几乎无一幸免，最低级别的也要降薪5%。至于那些中高层的，听说降得更狠。这哪里是降薪，分明是刮骨疗毒啊！疼的是每一位员工的心。再说说咱们的公务员体系，以前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天堂，稳定，福利好。可现在呢？郑先生在浙江诸暨的朋友就跟我讲，他们省的公务员普遍都躲不过这波降薪潮。他那朋友一个普通的公务员，据说今年1年就少了5、6万块，科级以上更是8到10万的往下掉，更高级别的直接15万往上砍。虽然说公务员工资确实高，降一降也应该，但这种大范围、大幅度的缩水，无疑是在告诉我们，即便是曾经最稳固的堡垒，也感受到了经济寒冬的凛冽。你想啊，去年浙江省财政厅的预算报告里就明明白白写着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锐减了25%。这数据一出来，我就知道行政开支肯定要大刀阔斧的砍。这不，全国各地都开始蔓延这种财政紧张的局面。山东青岛的耿先生就告诉我，他有个亲戚在县里当公务员，连一些乡镇干部的薪水都打了折，只发70%不说，还延迟发放。县财政没钱，
连派出所警察的福利都比以前少了，这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而在广东，一位法律界的朋友也透露，好几个地区的警察年薪从前年的30万直接下滑到20万。东莞一家国有银行的中层职员更是无奈地说，2年时间他们降了30%，绩效奖金更是被一刀切，几乎全砍光了。这哪里是减薪，分明是釜底抽薪啊！我还在网上刷到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的帖子，那真是把我看得心头一紧。山东有个博主曝光他们县级财政困难到了何种地步，他表妹一个副科级干部说，这2年县里一块地都没卖出去，好多房地产项目都停在那里晒太阳，县财政背了一屁股债，根本没缓过劲儿来。他们部门去年8月份租车的费用到现在都还没给人家结清呢，他自己出差的报销款都拖了半年了，1分钱没见着。你们听听，这哪是政府部门啊，简直比普通企业还难。这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，还说什么经济稳中向好，谁信呢？这收入一缩水，最直接的连锁反应就是消费市场的骤冷，通缩的压力就像洪水猛兽一样扑面而来。山东的孟先生就跟我抱怨，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刺激内需，可大家手里没钱，这消费力就像被抽干的海绵，怎么挤也挤不出来啊！现在大街小巷价格战打的那叫一个惨烈，好多小商户为了活下去，只能拼命压价。你想想，咱们这里好的排骨才卖12块钱一斤，生猪收购价更是低到几块钱，猪肉价格一泻千里，连带着餐厅也跟着疯狂打折。这哪里是健康的竞争，分明是杀敌1000自损800，大家互相拖垮的节奏啊！北京海淀的苏阿姨，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邻居，现在也忧心忡忡。她跟我说，他们小区附近的小超市都在玩命儿的压价，她真怕再撑几个月，这些超市就得全倒闭了。以前苏阿姨一家子每周出去下馆子2、3次，现在呢，1个星期就周6那么一回。儿子儿媳妇带着孙子去家附近的小餐馆吃一顿，你看，从大牌商品到日常消费，大家都在自觉不自觉的降级。以前追求品质，现在只求能用就行，这不就是消费信心的全面崩塌吗？虽然官方数据还在说2025年第1季度经济总体平稳，但地方财政数据却像一面照妖镜，把现实照得清清楚楚。你看浙江省公共预算收入同比才增了0.2%，税收竟然还下降了0.3%，那增长的1.8%的非税收入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多半是罚款啊，还有一些非常规项目的收入，这不就是竭泽而渔吗？长此以往，哪里还有发展的后劲儿可言？咱们江苏的经济学者吴勤学老师一语道破天机，他分析说，国企减薪、民企关停、商户恶性竞争，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地方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。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：政府没钱管人，百姓没人愿意花钱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却道出了最核心的症结。他认为，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，从体制内的减薪到普通民众的消费崩塌，整个社会都在悄然地拧紧发条，勒紧裤腰带。吴老师更是犀利地指出，公务员降薪这只是个开始，真正让人深思的是，现在民间消费动力就像被抽了筋，企业发展信心也像被泼了盆冷水，整个社会的经济想象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。想想看，一个没有想象力的经济就像一潭死水，如何能激起千层浪花？最后吴老师的警告更是振聋发聩，他说，过紧日子如果只是一个暂时的口号，那咱们还能咬牙忍忍，可如果它变成了常态，甚至演变成无日可过，那我们整个社会的韧性啊、信心啊，都将面临极限的考验。所以你看，从办公室的窃窃私语，到菜市场的讨价还价，再到网络上那些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，内卷、通缩、降薪、谨慎消费，这些词儿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学概念了，
它们真真切切的变成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生活的底色。这哪里是过紧日子，这简直是熬日子啊！希望未来我们能早日走出这片阴霾，重拾曾经的繁荣和活力，别让这过紧日子真的变成无日可过的绝境。大家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